日本近期也频频的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搅浑水。那首相岸田文雄呢，近期是频频的妄议台海问题，就连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这个军事演训呢，也要扯到所谓的冲击日本国家安全。那日本这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图谋？雷女士，不要忘了，在二战的时期呢，他们曾经以基隆往北经略，以高雄往南洋经略，这是他们的大战略的一部分。现在既然有美国要运用台湾作为对于中国大陆的制衡点，在日本来看，就是一种非常好利用的机会。利用了美日安保，它可以扩张它自己的军国实力；利用了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对抗，它可以进入一个可能可以渔翁得利的境界。利用了它跟台湾的历史渊源，它可能把它的势力更往南扩。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之后就频频的渲染所谓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后来呢，很多日本政客也随之跟风炒作。那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跳得这么高，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日本呢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基本上是美国的附庸。它的所谓那个安全防卫，是靠美国，所以这个他的地位觉得呢，他是这个美国的小弟，是美国的这个帮凶，是美国的打手，所以美国现在要以台制华，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日本必然会成为美国的这个急先锋，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好，信强老师，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当局一直是紧抱美日大腿的，只不过这段时间呢，抱美国大腿是显得更加明显一些。那接下来对于日本，它会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如果能把日本拉进来，或者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日本对台湾给予更大的所谓的支持，那么肯定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起到撑腰壮胆这个作用的。那么蔡英文当局也深知日本其实尤其很多右翼政客是不希望看到两岸实现统一的，那么也就为日本和台湾当局之间进行政治上的勾连、军事上的合作、经贸上的进一步的去实现一体化等等等等这些举措提供了这种政策和实行的空间。但我们看到的话，不管怎样，首先美国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当然日本其中也发挥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影响，但是两岸最终就像我们白皮书中所讲到的，和平统一，这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中国大陆自身的国家发展是决定了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根本的这种决定力，或者是一个我们主导权也是始终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的。这一点我觉得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历史的。那未来的台海局势究竟会如何演变呢？这点我们其实从这次佩洛西窜访台湾，中国大陆采取了措施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很多高官也已经是公开承认了。那么这就是所谓我们中国大陆的这种新常态战略。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军事演训活动极大的压缩了台独的这种国际空间，对台独势力以及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形成了震慑。应该说，未来这会成为一种常态。只要外部势力或者台独分裂势力进一步的发起挑衅，那么我们就会勇于的去打破原有的所谓现状，同时建立起一个新的、对我更有利的新的现状。我们这次反制，佩洛西这个窜台的那个动作了，已经被美国很多的军事专家、学者甚至政界人士认为，这个台海的新常态已经形成。这个新常态呀，就是大陆的军机、大陆的军舰，可以随时出没在台湾海峡，出没在台湾的上空，这种状况，我觉得只要台湾当局，不停止勾连外国势力，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我觉得这种状况会一直会延续下去的，也不排除有这个进一步的加大的可能。我认为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快速变动的震荡期，譬如说美国跟欧洲许多的政治人物说要来造访台湾，
每一次造访台湾，中国大陆就有相对应的军演，所以表面上是西方不断的在挑战，但是相对的，中国大陆也会一次又一次的强固它的区域拒止的区，而台湾就会越来越明确的被包在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区域